跑了一个，呵呵，还真有不怕死的啊！叫！小子，你找死啊！我不想当太监。你当不当太监与爷无关，你是死是活也与爷无关。爷恨的就是你竟敢违背爷的将令。爷说过了，谁也不许跑，你他娘的还敢跑？我不想当太监。你不想当太监，那就得当死鬼。那你杀了我吧，我宁死也不当太监。咦，好小子，你有种，你不怕死是吧？爷这辈子都死过几十回了。人来世上最可怕的不是死，是他娘的死过去又活过来，活过来又他娘的死过去。哼，绑了！都听好了，这小子今天胆敢违背爷的将令，爷今天要把他绑在车子后面，拖死拖烂。老地方，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不想当太监！你们放开我！这就叫活过来又死过去，死过去又活过来呀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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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每一天呢，我一直被拖到营地，我的许多血肉流在那条山道上，流在沙石野草里，和战场上的死人骨头混在一起。直到现在，我也不明白，那天我为什么居然没有被拖死。你眼睛瞪着我干什么？心里骂我呢不是？你把我弄成了太监，我正在心里念你的好呢。呵呵，行，你小子有种！本来呀，也是想收你做我的亲兵，没想到那天晚上喝醉了，一觉醒来晚了。哼！我呀，我绝不会给你当亲兵的。小爷总有一天让你给我当亲兵。也记住你这句话。这酒上定了，全体出发。小的们，听真切喽！咱内府合共12件48局，统称24衙门，干净喽！从今日起，24衙门就是你们的家，干净喽！着新进小监15人，柴炭50篓，配发西辛丝听用。着新进小监18人，马犊20匹，配发御马剑听用。一会儿呢，你就帮我挑一挑吧。敢问王妃，想用什么样的太监呢？聪明可靠，忠于主子，善解人意。王妃，请看那边，那个孩子似有过人之处，长得也挺结实的。乍进宫啊，所有的这些孩子都吓得战战兢兢的，不敢抬头啊。那个孩子却是宠辱不惊，整整一个晌午啊，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，可谓少年老成啊。据随行的将士们说，这群孩子当中，就属他的心气儿高，血性旺，不怕死。要不是奉旨入宫为监，铁平将军还真想收他为亲兵呢。叫什么名字啊？马和，今年多大了12岁，老家在什么地方？云南。哦，一个荒蛮不化的地方。云南不是荒蛮不化，云南有苍山洱海，云南是天下最美丽的地方。放肆！你读过书，
识过字吗？学过几年汉字，还有回文。哦，你还会回文？马公公，拿纸和笔来。是。不错，这回文呢，连我都没见过，算是有学问了。起来吧，马和，这只玉佩我就赏你了。谢谢大娘，可我不能收。大娘？嘿，王妃面前竟敢胡乱称呼，犯上作乱。你继续说。为什么不能要？我不能要别人的东西。不错。但是今天我不是别人，我是你的主子。主子赏你的东西，无论高低贵贱，都是恩典。拿着吧。谢谢主子恩典。爱妃，你可回来了。王爷。一路鞍马劳顿，快回屋歇着吧。哎，你快松手吧！这么点小个的人，就挑个个少的搬，箱子里都是贵重的东西，别给摔了。哎，放下放下，快点放下吧！快放下！我能行。皇上恩赐的小宦官。一路上不多言不多语的，倒是挺听话的。这个太监十有八九是朝廷的耳目。这个小太监是嫔妾在午门广场直接挑选的，还没进过宫呢。父皇对我真是期望殷切。哎，大哥身体如何？好像不太好，面色青黄，目光呆滞，说话的时候还咳嗽。好像一直在病中。父皇年事已高，大哥又如此体弱多病，我身在燕地，也不能替父皇分忧啊。奴才马和叩见燕王王妃。进来吧。奴才马和谢燕王王妃的赏赐。起来吧。谢燕王王妃。你怎么没换上啊？回王妃的话，奴才怕失了礼数，谢过燕王王妃后才能换。那你现在就换上吧。是。为什么不把坏衣服脱掉啊？这件衣服和奴才一起度过了生死关，是奴才唯一的一件东西了。奴才舍不得丢，想留个念想。从云南来到京城，一路上你们受了不少苦吧？死了好几个呢。这次就我一个人来到了北平。那其他人都分哪儿去了？王景洪分到了勤政殿，13喜分到了坤宁宫，李平山分到了司礼监，小五子分到了兵帐局，韩玉儿分到了御膳司，内廷12监、24衙门都有。看不出啊，你还真有个好记性。不是奴才记性好，是因为那些小太监和你关系如何啊？他们和奴才一起被刀割过，闯过鬼门关，生死与共，情如兄弟。你还真是个重情重义的孩子。去吧。谢燕王王妃。
王爷看上了这个孩子。啊，把他留在我身边打杂吧。王爷，你还不知道，这个小马和呀，出生在侯门之家，他的祖父都去过10万里之外的天方朝圣呢。哦，怪不得他有如此天资呢。哼，胡成这条老狗，父王没传他就敢进府，不经通报就敢进父王的书房，这还不算。听张玉说，父王还没坐呢，他就一屁股坐下了，以为有太子给他撑腰，就敢对父王不敬，真是反了。这口气我可忍不了，得教训教训他。这你害怕了？这个，2位小王子，千万不能啊！燕王和王妃反复交代，现在这个时候，谁也不能惹事。滚开！大明是我朱家的天下，胡成只不过是我朱家的一条狗，他竟敢张嘴咬我父王，不杀他就够便宜他了。起轿！落轿啊！王爷，快点！哎呀，胡大人的轿子被人给烧了，是谁这么大胆子呀？我后大丧期间燃放鞭炮，你知道这多大的罪吗？你们帮不上父王也就罢了，怎么能给父王惹这么大的祸呢？娘，不是我干的。不是你们干的，这祸也躲不掉的。你们知道吗？千里之堤，溃于蚁穴。是不是你干的？不是我干的。不是你干的，谁干的？说！是马和干的。胡说！你说什么？马和不会干这种事的。不是我干的。你还给我嘴硬！王爷，王爷，你们先出去吧，啊，先出去。王爷，事情来得突然，情况紧急，嫔妾只好直言了。王爷，当下不比从前，功高引来猜忌，势大招来祸端。王爷，孩子放炮是小，但这件事要是被胡成所利用，再添油加醋地写到奏折里，那事情可就大了。这两个孽障，自己惹下大祸还要嫁祸马和，我真恨不得把他们捆起来，押往京师向父王请罪。王爷，万万不可呀！王爷，王爷，不是我护着自己的孩子，让高志高旭去顶罪，最终会引火烧身的。家教无德，有辱国体，这两顶帽子，王爷是躲不掉的。眼下朝廷是多事之秋，王爷为万众所瞩目，风雨飘摇之际，一招不慎，不仅会前功尽弃，很可能会招致大祸，毁了王府上下100号人的性命啊！可事已至此，那怎么办呢？王爷，把这件事交给我来办。王妃，
挺像个男子汉。马和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关起来吗？王妃，你闯下大祸了，你怎么能往布政使大人的轿子里放鞭炮呢？王妃，我问过高氏高旭了，他们说是你干的。没有，没有，绝对没有，奴才不敢撒谎。那就是高氏高旭两个主子在撒谎了。马和，不要怕，你不是个撒谎的坏孩子，你是个在大义面前勇于救主子的好孩子。如果这个家出了事儿，每个人都脱不了干系，每个人都要分担一份罪过。如果闯了大祸，那最后剩下的只有4个字：家破人亡。皇后病天，举国大丧，燃放鞭炮是要灭门的。燕王府上下954口人的性命啊，你懂了吗？我知道你已经懂了。刚才你给我搬椅子让我坐，你已经懂得照顾我，你还要懂得照顾这个家。男子汉大丈夫，不仅要吃得了苦，还要受得了委屈。你不仅要撑得起自己的脊梁，你还要撑得起这个家。只要有人能够舍生取义，忠心救主，这个家就不会散，这个家里的人就有出头之日。王妃，今天我要罚你替主顶罪，为家消灾。昨天王府里出了点意外，有人淘气，把布政使大人的轿子给烧了。国丧期间，出了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，罪不可赦。带马和。遵命。马和，你把昨天发生的事情从实招来。是，昨儿晌午，我在库房里找到一挂鞭炮，就想拿出来放着玩儿。从库房出来的时候，正好碰到布政使大人来，我觉得好奇，就想到轿子里去看看。当时脑袋一糊涂，就把鞭炮忘在轿子里的座位底下了。马和年幼无知，不懂得国丧之事，我马和死罪，您就处罚我吧。你们大家都听清楚了吧？听清楚了。既然是一家人，那今天呢，我就有几句家里的话，要跟大伙儿说说。你们在王府当差，已经有些年头了，你们应该懂得一个道理。虽说你们的本事、能力有大有小，职位有高有低，但是最重要的是忠诚，是德行。对王爷要忠心耿耿，
与王府荣辱与共。王府的太平，就是你们的福分；王府的危难，也是你们的祸端。这是燕王府最大的规矩，你们要牢记在心，终生不忘。奴才牢记在心，终生不忘。马和，奴才在。王爷要带你亲自到布政使府上去赔罪。王爷说了，宁可送上几百两黄金，也要保住你的性命。为的是你敢于认错，为的是你保住了燕王府的名节，更为了你对王爷、对王子的忠诚。父皇不是教你们撒谎，让马和替你们顶罪，是要告诉你们，帝王之家无家事。烧轿子这件事，如果发生在寻常百姓家里，只是一件家事；但这事出在了王府，出在了国丧期间，那就是国事，就可能给王府带来灭顶之灾。危难时刻，大义面前，马和不仅救了你们，救了王府，也救了我。你们身为王侯，一举一动会决定很多人的生死存亡。从你们出生的那天起，就已经注定了。你们要有胸怀天下的气魄和胆识，要敢于横刀立马，为国效力。父王，我听懂了。父王，我听懂了。你们不懂，马和懂。马和被绑走的时候，他就知道他可能回不来了，但他义无反顾，义字里透着一股情。主仆虽然尊卑有别，但是情义无价，只有上下一心，才能终成大业。高师高绪，父王的话你们听懂了吗？懂了。懂了应该怎么办？拜谢马和相救之恩。奴才不敢。起来吧，你也起来吧。马和，你受委屈了，我懂你，王妃懂你。记住我一句话：公道自在人心。王爷正在军中，刚才传话来，请大师稍坐片刻，王爷就来。小伙计，如果老衲没有看错的话，你便是马和。是叫马和。那你就是那位往布政使大人屁股底下塞炮仗的了。是。怪哉，怪哉！一个下人竟敢往布政使大人的轿子里放炮仗，这于情不顺，于理不通啊！你为何要代人受过？奴才没有代人受过。你还在撒谎！我就是没有代人受过。难得啊，难得你的忠心一片。我问你，无端受过，你就不觉得委屈吗？我开始觉得委屈，后来就不委屈了。为何又不委屈了？二爷是主子，奴仆应该为主子担当过错。可主子要是一错再错呢？那奴才就一再担当。一再一再，何时还债？担当担当，理在何方？主公知道错了，会改，还会感激奴才。奴才应该和主子生死同命，荣辱与共。我再问你，如果主子让你替他去死，你也愿意吗？愿意。为何？这岂不违背天理人伦？公道自在人心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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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答的真好。
大师。王爷，殿下，老衲正想向燕王求一宝贝。小王知道，大师一生不屑金银，唯一所爱就是字画。不，老衲要的不是物，是一个人。谁呀？老衲年事已高，一直想收一个徒弟。方才贫僧与马和交谈片刻，此子聪明大气，心胸开阔，尤其是对燕王忠心耿耿。如果燕王能够允许，那就借我5年，收作亲传弟子。5、6年后，老衲定当交还给王爷一个纵横四海的干才。哟，哈哈哈哈！这小子是天大的福气啊！好啊，我把他就交给您了。多谢。徒弟马和拜见大师。老衲今天给你上第一课。你是什么人？是男人还是女人？或者根本就不是人？你不是人，你只是一个宦官。师傅，宦官就不是人吗？宦官是牛马的牛马，奴仆的奴仆。别看你外表像人，实际上你只是皇宫后院的一个用具，就如同鞋底、痰盂儿和抹布一样，只是个用具。师傅，嫔妃们可以在你的面前更衣，皇上可以在你的面前如厕，就因为你是个宦官。师傅，是个物件，是用具。师傅。马和，你不必喊，也不必恨，你必须平心静气地听着，你一定要终生牢记，你是物，不是人。主公要是喜欢你，你就是个宠物；主公要是嫌弃你，你就是个弃物。如果主公死了，那你就是个废物。师傅，我的心呢？我也能把它拔出来丢掉吗？我的心没有死，我的心会疼啊！马和，你要记住，身为奴婢，只有当你自己知道自己有多么低贱之后，才能够熬过艰难的岁月。面对世人的侮辱，你要沉默得像一块石头。到了那时，你即使跪在地上，也比他们高，甚至高贵得多。现在我给你上第2课，你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了吗？知道，我是宦官。宦官不是人，是物品，是用具。错，你又错了。宦官非人，却偏偏要做人。宦官不但要做人，而且要做个人上之人。只要你不懈修炼，忍辱负重，一世拼搏，定成大器。汉朝有个文士，名叫司马迁，他无端获罪，被皇上施了宫刑。但是他既没有认命，也没有丧志，而是痛定思痛，忍辱负重，义薄云天。他数十年如一日，滴水穿石，终于修炼成了古往今来最伟大的一部书《史记》，写尽了天下帝王将相。但最了不起的人，还是司马迁他自己呀。他虽然被割去了男根，却修成了人中之圣，无冕之王。马和，你过来。你仔细地把这张图看好了。
在一炷香烧完之前，你要将图复原。这是我给你上的第3课。善哉善哉，老衲只打算收1个徒弟，没打算收2个呀。大师，奴婢奉王爷口谕，给您送点美味。好。贫僧这辈子不喜欢别的，喜欢的就是酒肉。王爷今儿宴客，忽然想起大师，忙命我把席上的熊掌、鱼翅、蹄筋儿，还有1壶百年佳酿送来，请大师尝尝。大师，您心真狠。多谢夸奖。照您这个教法，早晚得把那个小太监给逼死了。救者不死，心者不生。照奴婢看来，人只要平平安安的过一辈子，不也挺好的吗？干嘛非要拼个鱼死网破的？你心呐，我教我的徒弟，你心疼什么呀？老衲一眼望去，你和那人之间将有无尽的恩怨，苦日子在后头呢。老衲曾经让世子朱高炽试过，他拼回这张图用了2个时辰。二王子朱高煦呢，了2天也没有弄成。看来马赫是外愚内秀，天生便有慧根。老衲没有看错你。听着，贫僧不教你4书5经，也不教你唐诗宋词，贫僧要教你易经8卦、阴阳5行、天地6合，教你那些士大夫们所不耻的歪门邪道。这也是和尚我立身之本。恩师，徒弟受教。你师父骂你，你生气吗？你怎么不说话呢？我摇头了。你在我后边，你点头摇头我也看不见，你这人可真有意思。其实我平时也不爱说话。你在想什么？你喜欢大海吗？大海？对，大海。没见过，不知道怎么想。大海什么样啊？我也没见过，但我听我爹和南宫讲过。将来我一定要去看大海，我也可以带你去。这2个老山参就带给岳父大人，就说没有父皇的旨意，我不能擅自进京，祝他老人家福寿双全吧。王爷前次进京，朝野皆知。虽然父亲大寿在即，我倒不愿你再取京师。适逢多事之秋，我们应该谨慎才是。王爷的苦衷，我一定转告父亲。你就放宽心吧，岳父大人戎马一生，神鬼皆惧，这点小毛病不碍事的。去！前番违训，父皇没有当面斥责我，已是格外开恩。此时我如果再去京城，必受瞩目，引人猜测。快点开门！就！姐姐！
怎么了？父亲他归天了！什么？妙姐，姐姐，你坏蛋！你们不是人，我打死你们！住手！妙姐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告诉我，岳父大人是怎么死的？去年秋天，父亲的背上患上了毒疽，只能饮水，不能进食，养了1年，马上就要好了。可是皇上派宦官送来了一只烧鹅。烧鹅乃大发之物，患毒疽者最忌讳。上次一到，我们全家人都吓了一跳，大家要替父亲分食这只烧鹅，可父亲他猜到了皇上的用心，独自将那只烧鹅吃了下去，一边吃一边还就着烈酒，不许人碰。2个时辰以后，父亲背上的毒疽发作了，床面崩裂，鲜血喷涌。父亲忍着剧痛，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“臣感激圣恩”。臣感激圣恩。父亲。听说父皇得到了岳父的死讯后，把所有的人都赶出了宫，自个儿大哭了一场。皇上赐了父亲为国公之尊，筹办了开国以来最豪华的国葬，给了父亲最大的哀荣。岳父待我情与骨肉，恩同再造。我统兵打仗的本事都是他老人家一点一滴教出来的。皇上处尽一切功臣元勋，自残臂膀，他的心里也在流血呀。我觉得在皇上的眼里，大明的国运比亲情良心要重得多，朱家的血脉比天下苍生重要的多呀。爱妃，朱家有负徐家，有负天下。王爷，您一定要答应嫔妾，您千万不能这么想，不能这么说呀。嫔妾担心，你哪怕有那么一点恨，皇上在千里之外也会感觉到的。皇上他太精明，太可怕，越老越可怕。王爷，你要好自为之，亲力自保啊！可我是他的亲儿子。江山之前，没有父子，社稷之下，骨肉相残呢。我上个月进京面圣，劝谏父皇解除海禁，撤销片板部的下海的祖训。会不会是父皇以为我心怀二心，另有所图，因此连累了岳父大人？王爷，嫔妾只对你说一句话，无论王爷将来做什么，嫔妾都会生死相随。
此次皇上不知有什么事，如此急着要召见各位王子。自从燕王从西大将军之手接过兵权以来，数次交战，每一战必胜。皇上少不了利用漠北大捷，昭告天下臣民，以此来振兴大明王者之气。第二点呢？一个急死，又说明朝内的确出了事。以贫僧推断，可能是太子又病了，而且病得不轻。贫僧听说，皇上曾经说过一句话：“四子燕王最像朕。”请问燕王，天下还有比这更高的赞誉吗？可天下还有比这更危险的赞誉吗？皇上的一句评价，已经把你置于刀枪所向、万夫所指的境地了。你要么争取地位，要么任人宰割。真正的避祸之道只有一条：自取其祸。取祸就是取天下。大师，你是要逼我祸及满门呢？洪武初年，父皇下旨禁海，载入大明律，违令者灭族。历代王朝均没有明令实行过禁海，也不曾禁止过海外商人来朝贸易。洪武皇上是千年以来首位下旨禁海的皇上。大师啊，取消海禁之事，我已经想了很久。对父皇的国策，我却有不同之见。但位居人臣，我定会恪守为臣之道。实行海禁，关乎国本。皇上推重农抑商之策，行的是闭关锁国之实。皇上为求天下太平，在祖训录中严令：民不出一里，商不出一村。违者一村之民均有连坐之罪，天板不得下海。违禁者以通敌谋反者论处。父皇这么做，都是为了固卫安民的。可百业不忘，农贫伤漏，大明何以国富民强？恕贫僧直言，为大明的发展、天朝的兴盛，殿下忧国忧民，可皇上能理解吗？眼光不同，胸襟不同，殿下何以说服皇上？机遇变了，国事变了，殿下又怎能让皇上改变初衷？国策之争，实乃根基有别，天降大任于燕王啊！马总管，你可回来了！王爷正等着你的信呢。王爷在哪儿呢？和大师在后花园。好。无论怎么样，我都不会为权谋所动。本王绝无篡帝之心，也绝不背乱政之名。燕王成就了自己的名节，却耽误了国家，贻害了百姓。小节和大节又该谁先谁后呢？殿下，禀告殿下，南玄宫密信。荒唐，贪官污吏。海边人无以为生，胆大的就下海捕鱼。地方官员胡说是出海通敌，居然带兵屠村，杀了309口，这祸闯大了，百姓被迫无奈聚众造反。该灭库里9族。殿下不要迁怒于地方官员，他不屠村，皇上就要灭他的9族。他只不过是执行皇上偏板不得下海的旨意。临海多为山地，五谷不兴，百姓又如何活命？长此以往，必然铤而走险。这次海边出事，百姓造反，那就是明证。
此次进京，殿下务必慎之又慎，绝不可意气用事。太子病重，皇上借此考察储君之意，昭然若揭。皇上已令古稀老迈，更会以其万年之后的社稷大业为重，绝不会允许任何人改弦更张、离经叛道。殿下留意没有？圣旨里皇上有了在海边建立卫所的意思，皇上或许是想让殿下上书奏请建立卫所，皇上便可再次嘉奖殿下，燕王便可领袖众王，将来顺理成章地继承大任。不，奏折我可以上，但不是奏请建立卫所，而是奏请罢黜此意。马哥，怎么样了？爸，怎么样了？快说呀！大事不好了，皇上跟燕王杠起来了。怎么回事啊？皇上今天听各位王爷陈述国策，燕王口无遮拦，恐怕犯忌了。他说了些什么？皇上说要在沿海一线修建卫所，可燕王却打了横炮，意思是卫所不能建，还说要造大船建水师，还要到海上去打倭寇。哎呀，坏事了！你知道吗？皇上说过，片板不得下海，燕王此举必受斥责。哎呀，此事都怪我。进京之前，大师嘱咐叫殿下说话要三思，不可意气用事。哎，我说你一个小太监，还能管得了主子呀？哎，告诉你吧，皇上不但没罚，还夸了燕王呢。啊？怎么夸的？远在北疆，心系天下，不畏责难，仗义直言。哦，皇上还赏了燕王东西呢。什么东西啊？皇上御笔写的《祖训录》。哦。宣皇太孙朱允文觐见。哎，大事不幸严重。父皇赐给我一本亲笔所书的《祖训录》，并且派人将其抄录于勤政殿的正堂乾清宫的东壁，还特意晓谕诸王，限时抄写在王宫正殿和内宫，不时阅读，也便于父皇随时耳提面命。这是要告诉殿下，祖宗之法一字不可改易，用心良苦啊！天下的锋芒到底没有逃过精明的皇上。父皇还特意说，新政变法，沽名雕玉，华而不实，不如踏踏实实的为国家做点实事，给百姓加一碗米饭，添一个汤。狗做聪明，更改典章，就是违背祖训，必将咎由自取。殿下为什么要执意进谏，痛陈利害？殿下是想激怒皇上，
躲过风口，避开浪尖，还是想自保啊。可是殿下，事到如今，你不能躲，也无处可躲。望狂澜于既倒，扶大厦之将倾，解万民于倒悬。此乃天经大人以冤枉也。你到过天方吗？什么？天方，一个神仙住的地方。天方？我父亲小的时候，曾经和我爷爷一起去过天方朝圣。朝圣？朝圣就是去拜神。父亲说，拜过神之后，人就不会有烦恼，不会有苦难。父亲还说，那里有一片非常非常蓝的海水，比天空还要蓝，人们叫它红海。真的？海也有红的？父亲说，要想见到大海，先要走过一片大沙漠。我记得父亲还说过，沙漠就像大海一样大。沙漠？那是什么？沙漠里面最缺的就是水，能把大大的骆驼都给渴死了。好多朝圣的人都渴死在那里了。肯定有人没有被渴死，因为你爷爷还有你的父亲，他们不就走到了天方吗？你走出了沙漠，就到了天方。在天方那里，住着好多好多的神仙，那里还有神奇的树叶，人只要一踩上去就能够飞。还有长着翅膀的骏马，你骑上以后，想跑就跑，想飞就飞，能漂洋过海，上天入地。那里还有会唱歌的鸟，它能听懂人的话，你把心中的愿望告诉它，它们就能够带着你的心愿飞上九重天。我将来一定要走到那个地方。那你能带着我去吗？带你去？我也想去。启禀殿下，大事不好！讲。北平周边均有少数士兵闹事，与王府卫队的人打起来了，双方动了兵器，死伤数十。怎么回事？都是为了抢夺军粮。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们是怎么管束的？将士们断粮已经1个多月了，他们平时心里头只有徐大将军、邱将军弹压不住啊。军营里已经有人开始杀马煮肉，将士们饿得受不了了。进城去抢粮食的时候，还杀了老百姓。立刻把为首的给我绑了，斩首，依正军法。遵令。慢。闹事的赵克将军和李隆将军似乎都是魏国公徐达的旧部。正是。殿下，此刻稳则消灾，机能生变，不如先倾全力运回粮草，待人心平复以后，军心稳固，再图大治不迟啊！我何尝不知道军粮乃兵家之性命，无奈连日大雨敲塌路线，军粮送不上来，催粮的人我已经派出去好几次了。
大营里的军粮还能支撑几天？已经见底了。你先回营吧，告诉将士们，就说燕王将击鼓声仗。遵令。徐大将军一向带兵军纪严明，不至于喝了几天粥就闹出如此大的事端吧？不仅煮了军马，还杀了百姓。大师有所不知啊，岳父徐公仙逝之后，其旧部受到朝中各方排挤，不少人假借各种由头四散，以求自保。要不是我多方袒护，早就株连无数，血流成河了。果真如此，那么这次事变就变得更加蹊跷。这里面一定有诈，说不定是有人做了手脚。你是说胡成？他为何要上下其手，步步紧逼呢？胡成微不足道，他的背后一定有人。现在胡成竟敢如此大胆地挑起事端，那只有一种可能：太子病危。皇上已经有了明确的立储人选，那个人就是朱允炆。北平的30万大军一旦闹出大事，皇上必然责罚于我。那么胡成就等于给朱允炆立下了奇功一件。凡事有一弊必有一利，砒霜可以致命，也可以入药救人。徐公旧部受到排挤，处境危难，殿下正好趁此良机，雪中送炭，将计就计，收复军心，一拿兵权，二平祸乱，于情于理皆无瑕疵。殿下无语，实在是因为心中有结啊。其实殿下怕的只有4个字：结党营私。结党无疑，营私不然。结党如果是为了社稷大业，就不是此心；如果是为了大明继往开来，赢的就不止此地。夫兮祸所至，祸兮福所依。殿下要想今后统掌江山，那么今日就必须拿到兵权。燕王殿下，张玉将军回来了！快出去，快！殿下，罪将张玉叩见燕王殿下。你受苦了。末将奉殿下之命，从京师向北平押运粮草，可一进山洞便逢大雨，道路全被冲毁。末将催着人马趟河前进，可到处都是河水泛滥，洼地一片呀。每过一段路，喂饱粮草都要倒下去好几个兄弟啊！他们推着车走路都能睡过去，脚下一软就倒地累死了。殿下，末将没有给殿下抹黑，运粮的将士们也没有给殿下丢脸，淹死的、累死的成10上百，唯独没有一个逃兵，没有一个呀！你怎么伤成这个样子？末将从山路掉下山谷，全赖殿下天威，落在一棵大树之上，要不然末将就不能回来向殿下复命了呀！殿下，殿下，
把这姜汤喝了。张玉，末将在。你应该什么时候把粮草运回来？升帐。这粮草一足啊，是啊，咱们就没有。哎呀，张毅将军不容易啊，人有粮，马有草，先吃顿饱饭再说。是啊，你呀就知道吃。这些粮草是燕王府的将士们冒死运回来的，张毅将军都差点摔死。你呀，先谢过张毅将军，谢过了燕王再吃饭。你这个吃货！哎，都说燕王治军有方，今天算是开了眼了。说得对，对，谁也办不成，办不成。快点，燕王来了。带张玉，带张玉。各位将军，连日大雨，道路泥泞，我军断粮已经1月有余，将士们忍饥挨饿，本王心急如焚呢。张玉将军身先士卒，千辛万苦运回了粮草，解了我军之困，本当重重奖赏他。但是他出行前立有军令状，3月28日之前将粮草运回，否则以命相抵。今天是3月29日，整整晚了1天，军中无戏言。张玉虽然押粮有功，但贻误军机，坏我军纪，情有可恕，军法无情。将张玉推出去，斩喽！走！殿下，不能啊！张玉将军救了我们全体的命啊！殿下，不能啊！殿下，刀下留人呐！给我拉出去斩喽！起码！殿下，张玉将军虽犯军纪，但死罪当免。江浙至北平遥遥千里，有山有河，有沟有岔，即使兵不驰锐，民不推粮，尚需数月，何况在大雨中行进？天降灾祸，其罪在天，非人力可为啊！你说完了？末将句句肺腑之言，望殿下明断。不准！殿下再敢胡言与张玉同罪！殿下住口！殿下，末将请死。张玉将军救了我30万大军，功高如月。只怪末将昏聩，约束不力，致使兵士争斗，杀马为食，侵扰百姓，逃兵四起。末将罪该万死，求殿下用我的项上人头，换张玉将军一命。求福将军，不要再难为殿下了。各位将军，各位兄弟，大家的情，张玉我心领了。殿下，今天张玉违反军令，死而无怨，
只是遗憾，以后不能再追随燕王，御敌保将，为国安民了。下辈子如能转世，张玉我还要投在燕王帐下，鞍前马后，出生入死，万死不辞。张玉，你一路走好。你为将士生息而劳苦，为护军安危而舍命。我会按军中英烈厚葬你，善待你的妻小。只要本王一息尚存，他们就有温饱安康。张玉谢过殿下。要走了，各位兄弟，跟着燕王打天下，舒坦痛快，死也甘心。张玉就此辞别殿下。殿下，末将愿为张玉将军抵命。末将愿为张玉将军抵命。各位将军舍生忘死，战功卓著，各位与本王名有主次，实为兄弟。起来吧，赶快起来吧，都起来！大事不可逆，军心不可违。各位兄弟的情分，让本王感佩。都起来吧！张玉，众将之恩，你要牢记肺腑，戴罪立功。上报皇恩浩荡，下念众将之情啊！松绑。是。谢燕王殿下。殿下及各位将军，对末将恩同再造，张玉万死难报。为将者要爱兵，危难之中才能万众一心；为王者要亲民，治世之道才能形同于水。此次运粮，3军用命，一路之上死伤过半。令本王欣慰的是，没有一个逃兵，一个软蛋。押运粮草的全体将士，本王将各有封赏；死难的英烈，本王有后位体恤。身后的家眷由本王来供养，子嗣供养成人，独造成才，为国所用，替父争光。末将替死去的将士们拜谢殿下。张玉，你受苦了。本王替所有的护军将士感谢你，替北平城的百姓感谢你。殿下，别跪了，你一身的伤痛，还没顾得上料理。去，疗伤去吧。谢殿下。断粮之事，罪在本王。没有众位将军鼎力相助，30万大军危在旦夕，大家非但无过，反而守则有功。本王自罚1年俸禄，奉赏有功将士，抚恤饿死的弟兄们。谢燕王殿下再造之恩，愿永远追随燕王，为民主尽忠。为民主尽忠，为民主尽忠。燕军是一家，本王与3
30万将士，如同一体，同舟共济，生死与共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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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舟共济。莲心姐，今天我出去办事的时候，在街上看见一些物件，觉得新鲜，就买了回来。你应该用得着的。你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。我今天真的是很高兴。可是你今后再也不许这样了，听见了吗，马和？听见了，我听姐的话。京城800里急报，齐太上书，奏请削藩。皇上下旨了。父皇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把奏章收下了。这恰恰说明皇上往心里去了，一是在权衡利弊，二是在等待时机。齐泰乃太子心腹重臣，向来为太子所依重。齐泰敢奏请削藩，定是太子授意，圣上万年之后，太子继位，削藩便势不可挡。正所谓卧榻之侧，其容虎年。殿下，请恕奴才惊扰之罪。那时刘烨在窗外窥视偷听，被巡视护卫捉住。带人来！放开我！走，放开我！走，你放开我！奴才刘烨叩见燕王殿下。刘烨，你知道犯什么罪吗？奴才非但无罪，反而有功啊！放肆！殿下，请让闲杂人等先行退下，奴才有要事禀报。那请这位大师也回避一下。讲。是。管家说奴才四处偷窥，奴才绝不否认，但奴才偷窥到一件天大的秘密。奴才看到统领马和与侍女宋莲心在葡萄架下偷情，行苟且之事。什么？千真万确啊！奴才眼睛里可容不得半点沙子。住口！燕王府怎么会出这种丑事？殿下，奴才立此一功，请殿下封赏。这种事要是传扬出去了，恐怕对王府就……把这个奴才的嘴给我封了，先把他关起来。带进来。王爷，走，把宋莲心和马和一给我关起来。王爷，您不能是非不分呐，王爷。现在快拖起走。殿下，这件事往小了说是家教无德，往大了说，那就是王府里面藏污纳垢。此事若被胡成和齐泰所利用，削藩之事必然更加顺理成章，而首当其冲者就是燕王殿下。快！是谁呀？快莲心！快！王妃到！王妃来了！王妃！莲心，孩子，你有什么苦衷不能跟我说，非要干这种傻事呢？啊！殿下，大事不好！宋莲心她跳井了！啊！
殿下，小的冤枉啊！殿下，师傅，真的，小的从没有干过伤天害理的事情，连心姐也不是那种轻薄浪荡之人，只是小的和莲心姐从小远离家乡，无依无靠，为了能少点孤苦，小的才跟她多说了几句话。小的一直以来只是拿莲心当姐姐呀，请殿下明察。冤不冤已经不再重要，你给王府带来的至少是奸迷淫乱、藏污纳垢的骂名。殿下，马和，本王一直很器重你，提携你，无奈你不思进取，竟然干出这种龌龊的事来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我也帮不了你。今夜，本王要借你的脑袋一用。殿下，殿下，把小的从小养大，小的无以为报。今夜能够为殿下而死，马和报了王恩，无怨无悔。小的给殿下磕个头，这就上路了。阿弥陀佛，殿下，贫僧愿意另一颗人头来换回马和的脑袋，如何？大师的意思是，马和与莲心今晚根本就没有大过错，说他们俩坏话的只有刘烨这小人。这个卑劣的恶奴，为了邀功骗赏，竟然无中生有，血口喷人。这等见利忘义的小人，留他何用？贫僧要取的就是这个刘烨的项上人头。这马和不是个太监吗？他怎么会？王爷，太监去世以后，不阴不阳，不慈不雄，因此自古以来，太监们常常心术不端。马和却与众不同，他虽然去了南宫，可心态依然。他对莲心的所作所为，绝非淫乱，他们不是在用情，而是在用心。王爷，想想刚才的那一刻，此子在钟的面前，在生死之间豪气逼人。王爷，下人重义，主子更应重情。可这事要是传出去，王爷说是假的，那就是假的。对，一笔勾销，全无此事。王府过去是一片净土，今天依然是净土一片。堵住堤中的异穴，扫清家中的内鬼。重办刘烨，历练马和。这件事让马和亲自去办，既是对他的恩典，也是对他的警告，以此杜绝一切流言蜚语。快，走，走，快走！大哥，求大哥开恩呐，赏小的一条活路吧，大哥。刘烨，
今天是你自作自受，我已经跟殿下求过情了，给你留下了一道恩典。什么恩典？你自己下去吧。大哥，我不想死啊！大哥，你放过我吧！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！你这孩子，起来吃点东西啊！好了好了，不哭了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是冤枉的。王妃，我对不起您啊！你这个孩子，就是烈性子。你呀，现在先好好养伤，养好了，你还跟着我，好吗？王妃。奴婢想离开您。怎么？谁说什么了？没有。王妃，奴婢想求您一道恩典。你说吧。皇后的灵堂不是在家庙吗？是啊。我想替王妃和王爷去侍奉皇后，为她老人家打理香火，终老此生。永不出门。你是为马和吗？不全是。奴婢觉得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要有活人的地方，就会有是非。只有先世的人最可靠，他们永远都不会欺负人，永远清清静静，太平安宁。奴婢愿意守着他老人家过一辈子。殿下，密旨何时送到的？今日未时3刻。你是北平布政使，密旨又送到了布政司衙门。你开阅就是了。内官带来了皇上的口谕，令下官与王爷同时开阅，于是下官就赶来了。你我同为北平首脑，不分彼此。开阅吧。下官遵命。退下。是。是。殿下，念。朕亲视燕王朱棣、布政使胡成、皇太子朱标于4月初8寅时初刻病重而崩。着皇儿朱棣统军护边，不必入京尽孝。着布政使胡成恪尽职守，安民辅政，钦此。大哥。老板，怎么回事啊？回大人话，王府的人在小的店里订了些白布。订的白布？听说要办丧事，让小人给送过来。我怎么没听说？谁让你送过来的？大人，这前天就定了。
师傅，师傅，无礼！马和，天可曾塌否？不曾。地可曾陷否？也不曾。那你火烧火燎的找我来干什么？没看见老衲在打坐吗？有眼无珠，耀眼何用？师傅，你知道吗？京城传来消息，皇太子已经御天而去了。凡人终有一死，夙念总有了结。老衲已经算定，不足为怪。师傅，您早就知道了。是徐妃叫你来的吧？你去告诉他，此事亦有燕王告我，不便我告燕王。可是燕王殿下他已经昏倒了。此事我帮不了忙，看来王爷还得劳神呐，必须做足晚上的功课。人这一辈子不过如此简单，一切荣华富贵，最终不过是黄土一捧。唉，人都一样。小的曾经见过饿死的、被打死的、砍头的，还有被箭射死的。小的和那些晋升进宫的路上，见过好多人的死。那你说，什么是死？死就是没了。用师傅的话说，人死了之后，就是不能再看大千世界了。哦，没白跟你师傅学，连大千世界都知道了。小的还知道，太子殿下已经不用再看这个大千世界了。这个世界太悲惨。太子殿下，他现在去寻找极乐世界了。人一生下来，全都攥紧着拳头，什么都想要，什么都想拿。唉，我也就跟着来了。人一死，手也就松开了，什么都不惦记，心也就清净了，无喜无悲，这就是极乐。所以殿下，你就不要太悲伤了。马和，听说你爹娘都不在了，还记得他们吗？他们死的时候我还小。全都忘了？不会。我记得爹和爷爷给我讲过的故事。他们说，他们都去过天方朝圣。我还记得爹说过，我们家的一个老祖宗，他叫赛典赤。赛典赤？是。你知道赛典赤是什么人吗？他是乾元的一代名臣。哼，本王真没想到，你原来是贵胄之后啊！假若乾元不被大明取而代之的话，说不定今天你是主子，而本王就是仆人了。小的不敢，
小的想都不敢想。起来吧，今天晚上就咱们两个，随便说说话，不要有什么顾忌。坐吧。是。世事难料，命运无常啊。马和，你有没有想过有朝一日去天方朝圣？有啊，我从小就想，盼着长大了以后也要去天方朝圣。你比本王强，有梦想就敢说出来。殿下，殿下，去睡吧，小的替您守着。你不懂，在寻常百姓家，累了就可以去睡，可我是燕王，燕王殿下。我这背后有多少眼睛在盯着？本王不守这个灵，不熬这个夜，那些流言恶语就会变成滔天的洪水，人言可畏啊！帝王之家无家事，家事即是国事。我这个燕王殿下是不能只给自己活的。王爷这是怎么了？已经连续睡了3天了。太子已经不在了，这事情明摆着，千载难逢啊！也不知道殿下心里是怎么想的，不能让锅里的鸭子飞了呀！怎么也得见到王爷，套个主意啊！对，就这么办。今天晚上咱们3个就住在王府了，我就不信殿下不见咱们。几位将军辛苦了，吃西瓜。哎，又是西瓜，前天是西瓜，昨天是西瓜，今天还是西瓜。我们来见王爷，不是为了来讨西瓜吃的啊！那是，但是这几天在办太子的丧事，殿下实在是太累了，真是没法见你们。行了，让我们从哪儿来的，还回哪儿去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是这话不是？不行，王爷不能就这么干耗着，西瓜不吃，我们也不走。小的告诉他们，眼下最要紧的，就是请他们管好大营，带好自己的队伍。他们说，今天只能如此了，可是他们明天还会来啊。还有一件怪事，禀告王爷。王爷，胡大人带来太子变天消息的那一天，不知道是谁往王府里送了满满一车白布。小的问过城里的几个布店，后来找到了瑞发祥布店，他们伙计说是他们送的，可是他们一口咬定是王府里面的人买的，而且还付了现钱。这些天，小的向王府上下的人都问过了，就没有人知道这回事儿。查明白了，布店的老板说就是燕王府的人买的货。哦，朱棣一定是在圣旨送达之前就知道太子变天的事儿了，不然怎么可能早有吊丧的准备呢？燕王深不可测呀！一天之中，3进我寺。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呀！殿下如何？哦，依然如故。用上了韬光养晦，
懂得了以静制动。殿下暗示心力，思虑深远，大有长进。师父啊，可是殿下每天睡大觉，会不会错失良机啊？其实真正急的还是燕王，他不过是没有想明白，或者是他根本就想错了。猛药还没有熬到火候，他还得再经磕碰。那么殿下他错在何处呢？马和，眼下太子死了，储位已空，各皇子都在动心思，皇上也在明察暗访。你看燕王该当如何？如果殿下没当上太子，新太子将会是王爷为最大的危险和威胁。诸事太子的之争，你可以一言以蔽之。你死我活。哈哈哈哈哈！孺子可教也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才要给他下一剂猛药。哎，等来等去，还是前几天那几句话。我看啊，咱们也别在这瞎等了，还是回去自己想辙吧。哎，慢着，我这越琢磨越不是个味儿。你们想想，太子刚刚变天，我们就一趟一趟的要找殿下，这不是给殿下出难题吗？他不想见咱们，不等于和咱们想的不一样。他没法直说，那咱们还等什么？得赶紧想办法。王爷闲着，咱们不能闲着呀。我看啊，咱们也不要等殿下发话了，反正就这么点事儿，咱们几个做主就得了。这样也好，万一出了事儿，也和燕王无关。就咱们几个顶着了，要杀要剐就咱们这几颗脑袋，倒也干净。就这么办。邱副将军，从现在开始，你把古北口以外的队伍调往北平。好。朱能将军，北平城内的大小统领，上至参将，下至百户，全都换成咱们的人。好，抓住了大权，扶成一个小小的北平布政使，不过是个臭虫。走，我们现在赶快就去准备吧。好，没问题，走。表面上为大丧所累，心灰意冷。暗地里却调兵遣将，磨刀霍霍。朱棣的叛逆之心早已昭然若揭，在此危难时机，正是大人向东宫主子一表忠心的最好时机。大人，如果拿下了朱棣，便是为东宫立下了首功一件呐。大师，本王这次学得如何呀？笔锋不见，无形无神，内无坚骨，外无风肉。大师看都没看，从何说起呀？貌似静水，心涌波澜，如何能写得好字啊？殿下想以静制动，刻意藏拙，掩盖心机，原本无错。可浓淡之法，重在有序；张弛之道，贵在有度。殿下乱中取静，收敛锋芒是对的，但是必须蓄势待发，争取机会。殿下如果打算静观其变，等着圣恩垂降，天上落下个太子来，得以名正言顺的一个贤明，那无疑是画饼充饥，自欺欺人。大师说的精彩啊，本王却不知话从何来。大师的教诲岂不成了无的放矢？当务之急要避实就虚，另辟蹊径，气热锅烧冷灶。殿下要即刻进京面见圣上，请辞军权，放弃燕地，
主动领取近海事务，修建海边卫所。太子大丧期间，处心积虑挖空心思谋一己之私利，大事的话，恐怕有失醇厚吧。赌，争得大位，又何愁区区燕地？这就叫以燕地赌天下。哎，临摹了几个字，这手腕都酸了。哎，马和在。殿下，马和是告诉膳房，把昨天庄户送来的端酒做上才几只，你陪大师一起用餐。本王累了，就散散心。是。手数两端，头数既去。大人，京城送来的密件。要我把北平的情况3日一报，这岂不还是要我监军吗？而且比过去盯得更紧了。朝廷既然赋予大人如此的重任，说明尽管太子变天了，可是皇上对大人仍然宠信有加呀。可是齐大人信中传来的只是口谕，并非皇上的御笔，这可大有区别呀！大人所虑极是。如果将来燕王被立为太子，那大人今日监军之事都将成为大罪呀。可是我如果不3日一报，又如何向朝廷交代呢？万一要真是皇上吩咐过的，在下猜想，此刻各地布政使可能都已接到了朝廷的密令了。太子爷并天，楚魏空置，诸王哪个没有争楚之心呢？皇上也会派人盯着他。关键在于，皇上想让谁当太子呢？小的今儿晌午得知一件稀罕事儿，城外的老百姓奔走相告，都说是天降祥瑞，通县两庄有株麦子，竟然长了1尺来长的双穗儿。小的想，皇上的万寿节就快到了，皇上要是知道了这事儿，他一定在哪儿？小的已经重金购回来了，快拿来呀！小的放那儿了。好，马和，你替本王办了件大事啊！多谢王爷。父皇最忌讳各皇子之间秘密往来，为此，我与2哥、3哥之间已有多年书信不通。他们为什么要在国储未定的时候一起给我写密信呢？2位信使说，是王爷兄弟之间的寻常家书。家书有家书的规矩，应当叫驿站递送。可2位皇兄特意派出信使，千里迢迢把信送来，这不是欲盖弥彰吗？王爷明鉴。你还打探出什么消息了？王爷，秦王驻守在西安，晋王驻守在太原，两地相距上千里，为何2王的信使会同一天来到北平？是啊，那你问他们没有？小的问了，2位信使支支吾吾的，
说是在城郊巧遇了，然后一同进了城。哼，说谎。小的也觉得是，可是，在谎话里面也能听出真情来。殿下，晋王的信使是从太原来的，秦王的信使也是从太原来的，这意味着秦王此时应该不在西安，而在晋王府上。完全可能。3月初5，秦王进京朝见父皇；4月初3，辞驾离京。照此判断，秦王就没返回西安，而是拐道去了太原。二哥三哥私下会晤，就不怕父皇问罪吗？道衍大师现在何处？大人，探子密报，秦晋二王给朱棣送来了密信。哦，你怎么看？3只猎狗都想抓1只兔子，可哪一只想抓又都抓不到，只好3只联合。等猎物到手之后啊，还得死掐，因为他们都想独占呐。哼，要是这3只狗，他们哪只也抓不着呢？啊？赶快准备，提前进京。好亲王，好二哥呀！自个儿放着皇上不当，非要做4弟的臣子，如此谦让的皇兄，古今罕见。这也许是我二哥的一片赤诚之心呢。据贫僧所知，洪武23年，燕王与秦王、晋王分别率师北征。燕王您斩敌数万，以怀柔之策收复元朝太尉阿里不花，解了大明一个劲敌。捷报传到京师，皇上大喜过望，赏赐殿下一匹西域的汗血宝马。秦王却嫉妒得近乎失态，当晚饮酒大醉，连杀了数位无辜的军士。敢问殿下，可有此事？见微知著啊！连一匹汗血宝马都要抢夺的人，如今却谦让起太子之位了。也许2字，殿下用得透彻。兄弟之情，贫僧算是领教了。三哥还说，事成之后，要我统掌天下兵马，拱卫大明王朝。好啊，拿一个天下兵马大元帅换一袭龙袍，这就是所谓的兄弟情谊，尔虞我诈。兄弟之情这把软刀子，比任何刀剑都要锋利，此乃杀人无声，兵不血刃。哼，照你这么说，那帝王之家就只剩下了居心叵测、勾心斗角、情断意绝吗？可此一时彼一时，错不在人，而在天，在权，在天，因为你们出身王侯，注定不会再有凡人百姓的骨肉亲情；在权，因为你们为了一言九鼎，只能是你死我活。面对危局，殿下不能坐以待毙。如果自己没有机会去讨好皇上，那就一定要让对手去干皇上记恨的事。皇上不是最记恨王公大臣结党营私、暗中勾连吗？殿下正好顺势将此信交给皇上，洗清自己，将计就计。秦晋2王是本王的兄弟，本王定不会自断手足，丧尽天良，贻笑天下。处心积虑，有悖兄弟亲情之意，阳奉阴违，愧对父皇全权之心。愚人之见，
妇人之仁。殿下口称仁厚，心向贤明，可这是不是权谋？是不是诡计？是不是居心险恶？是不是天良丧尽？为将者披坚执锐杀人，为王者运筹帷幄诛心。殿下必须承受千年盛世和天理人伦二则其一的痛苦。你终于把话说透了。为什么自从太子一死，你就苦苦相逼？楚魏一空，你就处心积虑，环环相扣，刀刀见血。不错，殿下其实早就猜到了。燕王府的白布就是我送的，调集大军、替换将校也是我授意张玉的。贫僧想做的就是代天行道，想要的正是一位敢于进取、敢于开创的盛世君王。你难道一定要让本王留下千古骂名吗？冯和尚直言相告，本王绝不会谋反，也绝不会认你摆布，做你手中的棋子。殿下，恕小的妄言之罪。师父说的对，殿下千万不能坐以待毙啊！住口！我懂了，殿下不敢面对的不是皇上，也不是秦晋二王，真正不敢面对的，恰恰是殿下自己。启禀殿下，宁王府来人了。什么？好啊，好啊，这水是越搅越浑了。殿下，信可以不解，人没有理由不见的。不见，不见！从现在起，谁给本王爷的信一概不收，任何藩镇来的人不许进王府一步。明白。贫僧告辞。相赠一言：人无杀虎心，虎有伤人意。危难关头，当机立断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您别生气啊！您的话真是振聋发聩，殿下一定会接受您的点话。也只有您才能够帮助殿下化险为夷呀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贫僧可就危险了。为什么？谋士如果比主子还要高明，这谋士岂不是危险吗？师傅，您是说假的、装的？殿下在我跟前装糊涂、打哑谜，贫僧的雕虫小技，燕王其实早就看透了。他只是想说而不能说，想做又有所顾忌。老衲只能替燕王说出他的心里话。可是殿下，他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呢？要明白，殿下雄才大略，悟性极高。在他面前，老衲即使是胸怀千军万马，口中也只能道出半截，另一半让燕王自己去斟酌。如此一来，应对之策就成了燕王自己的了，而不是老衲教他的。师父，殿下还没有登基，师父就如此小心，将来王爷要是当了皇上以后，你们俩如何相处啊？燕王如果当了皇上，断然是伴君如伴虎。哎，难呐，当仆人太笨了不行，聪明那就更危险，真是太难了。主仆之间确有万般难处，但学问二字偏偏就在难处中得来。世上如果无难处，也就没有所谓的学问了。弟子明白了。不，你还没有真明白，
真明白的人不会这么快就说自个儿明白了。你听着，对你而言，最崇敬的人是燕王，最可怕的人也是燕王。对于燕王而言呢，最崇敬的人是父皇，最可怕的人还是父皇。燕王在你面前是主子，在皇上面前就是奴仆，懂了吗？燕王与你一主一奴，但主奴的命运却又暗中相通，这就是天道。一物生一物，一物又克一物，天道无常，万物峥嵘。马和，人生有贵贱，但是功业的高低不在于是主是奴，全在于自个儿的造化。谢师傅点话。殿下，小的刚才按照殿下的吩咐追到了客栈，想把宁王的人请过来面见殿下。来的是什么人？是宁王府的副总管，姓黄。其实按他的身份，殿下也不一定要亲自接见，要不让小的先去安排一下吧。不，我亲自见他。可是见过之后，还让他们回客栈，不能住在府里。让他进来吧。殿下，宁王的人已经走了。走了？留下书信了吗？没有。有什么话留下吗？也没有什么要紧的话。他们只说是赴京师给皇上送寿礼，路过北平的，就顺便给殿下带了点东西。什么东西？200斤茯苓。茯苓？是啊。殿下，茯苓乃去火之药，可时下已过中秋，按说是讲进补了。宁王殿下却千里迢迢的从大宁给殿下捎来这不应景的东西，这真是千里送鹅毛啊！茯苓之意不在天气凉热，而是意味无穷啊。宁王是不想让殿下趟那个浑水，也算是去火，定定神。唉，火烤之余，尚有茯苓牵挂抚慰，足见人心冷暖。宁王和殿下是好兄弟，这茯苓大有益处。